万万没想到，关果在调出墓坑的时候，竟然意外卡住了安徽出土神秘八边形古墓。3具棺材摆放诡異，让人匪夷所思的是，3具棺材竟然是2女1男。要知道，八边形的古墓是十分罕见的，这也预示着墓主人身份和地位值得深思。那麼墓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2名同葬的女性又是何人呢？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点个關注，點個讚。接着往下看，在安徽長豐地區，當時的考古發掘中，出現了一座罕見的八邊形宋代古墓，並且在古墓裡面，考古人員發現了3具棺椁。那麼，這3位合葬在一塊的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此外，在這一座古墓裡面，又有什麼樣的文物出土，讓這座古墓登上了國家文物局在2020年評選出來的10大考古發現之一呢？合肥市自古就是軍事和地理重鎮，很多耳熟能詳的歷史故事也發生在這座古城內外。那麼，自然合肥市地上地下的文物自然也是十分豐富的。就在2019年，一次看似平常的道路施工中，工地在地下不斷地挖出青磚，於是根據相關的經驗來看，這應該是挖到了一座古墓葬。於是工地負責人立馬把相關的情況上報給了當地的文物管理部門。在得知了相關的消息之後，合肥市的文物部門立馬來到了現場。根據初步的勘察來看，因為客觀的施工，這座古墓的墓穴已經暴露了出來。但是這座古墓似乎也是一般人家的墓葬，於是考古隊對於在這座墓葬裡面能發掘出珍貴的文物，也沒有抱着多大的希望。然而就在考古開始之後，考古人員意外地發現，這座古墓還真不一般。首先，這座古墓採用的是穹窿頂的方式修建，也就意味着下面的墓室面積不會太小。為了保護墓室，考古隊慢慢地清理青磚，而在清理完畢後，考古隊發現這座墓室的形狀是八邊形，這在安徽還是第一次發現。如此罕見的墓葬，墓主人也不能是泛泛之輩。於是隨着不斷推進，考古隊終於找到了墓門以及墓道。這時候考古隊驚喜地發現，這座墓葬的墓門採用的是仿木結構，木建築結構中的拱、瓦當、滴水在墓門上面清晰可見。這種結構的墓門也立馬引起了考古全隊的興趣。能把墓門如此設計建造的，必然也是非富即貴之人。而在進入墓室之後，考古隊發現墓室裡面並排安放着3具棺材，其中中間的那具棺材形制最大。從如此的葬制來看，應該是一夫一妻一妾一家人。按照當時的社會風俗來看，考古隊認為這應該是北宋時期的一位官員，並且這應該還是位於其家族墓地的範圍。在第二天，相關的開棺工作繼續進行中。因為棺椁內外充滿了淤泥和泥水，因此相關的清理工作也在同步進行，並且在淤泥和泥水裡面，考古隊發現了不少瓷器的碎片。因此考古隊判斷，墓葬裡面的陪葬物品應該大部分都是瓷器。但是在考察完現場情況後，考古隊發現墓穴內部過於狹小，不利於開棺工作。於是考古隊準備啟動吊車，將棺椁倒出墓穴，進行異地開棺。在相關的工作程序中，一開始調取2具相對較小的棺椁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在調取那具主棺的時候，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因為長時間泥水的浸泡，因此這具棺材的重量還是比較大的。在吊棺材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考古隊發現棺椁比墓道口還長，而且棺椁的一部分還卡在墓室裡面。那麼考古隊也不禁好奇，
這棺材是怎麼放入墓室的。但是當時的情況來不及多想，在拆除了一部分的木磚之後，棺椁終于被调了出来。3具棺材都在检查仔細後送往市内的文物局。随後考古队針對墓室進行了清理，並且檢查有沒有遺漏之物或者證明墓主人身份之物。但是一番搜尋後並沒有找到期待的物品。為了盡快確定墓主人的身份，考古隊決定先對最大的棺椁進行開棺。為了模仿在墓室裡面的狀態，於是考古隊決定斜着開棺。在棺材被開啟後，大量的文物散落了出来。首先出現在众人眼前的就是一件瓷钵，經過清洗，這件白瓷完整，釉質晶瑩剔透。隨後又發现了铜镜和漆器。此外，裡面最為不尋常的是，發現了一件七砂罐和一個簪子，而七砂罐是證明墓主人是官員的直接證據。但是在搜尋完第1具棺材後，並沒有找到任何證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於是第2具棺椁的開棺正式開始。在第2具棺椁開棺後，考古队被棺材內滿滿的隨葬品震驚了。其中一件金鐲子在清洗後更是和崭新一樣。此外，大量铜錢首飾的發现，證明這具棺材內部安葬的是一名女性，並且這位墓主人在去世時候應該帶着精美的頭飾下葬。此外，一件金貝木梳子的出現，其精細程度更是讓在场的人嘖嘖稱讚。但是讓考古队感到失望的是，這具棺材裡面雖然充斥着各種隨葬品，但是依舊找不到證明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證據。而在第3具棺材裡面，依舊找不到墓主人的身份的直接證據，只能通過對比發现，相較於第2具棺材內的隨葬品，這具棺材裡面的墓主人應該是一位侍妾。可是就在眾人搜尋完畢所有的棺椁之後，包括墓室墓坑內外都沒有發現證明這走墓葬的墓主人究竟是何方神聖。從其陪葬物來看，生前肯定是一個非富即貴的主，但是沒有墓志銘和相關的銘文。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是個歷史謎題了。那麼你認為墓主人是官員還是商人呢？